俄外长前脚打出核威慑牌，不料后脚俄军寸止失败，洲际导弹在发射井炸膛了。报仇雪恨，曾参与过布查事件的俄禁卫团1个月之内高层团灭。田线宝宝不足，俄航母、水手也要上前线。台湾空射雄3导弹复产，预计明年进入实测。COD 剧情：日籍乌军身负100多伤，4名队友阵亡，依旧单兵突破俄军阵地。今天节目的第一条消息比较幽默，俄罗斯又打出了核威慑牌，给西方用红线织毛衣。但和以往不同的是打脸来得比较快。首先是9月20号，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莫斯科的核武器已进入全面战备状态。从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军事行动以来，俄总统普京及其他高级官员已多次对乌克兰及其西方支持者发出核威慑。据塔斯社报道，拉夫罗夫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尽管核战争是无人所愿，但俄罗斯的核武器系统已经做好了全面准备。拉夫罗夫强调，我们一直在讨论我们的底线，希望西方决策者能够明智地听取我们的评估和声明。如果他们不按照我们的意愿行事，我们将不得不采取行动。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会明白我们的意思。虽然核战争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我们的武器将对乌克兰背后的势力产生重大影响。此前，俄罗斯前总统、现任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也发表了类似的核威慑警告。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提到核武器的使用是一个复杂且不可逆的决定，但俄罗斯的耐心已接近极限。然而，虽然这次西方依旧没有把俄罗斯的威慑当回事儿，但俄罗斯自己却很快打了自己的脸。在欧洲议会通过支持乌克兰的决议后，俄罗斯国家杜马的代表们便强调了他们拥有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声称该导弹能在短短几分钟内抵达欧洲议会所在地法国。根据俄罗斯官方透露的信息，RS-28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是俄罗斯最新研发的拥有高超音速滑翔和轨道轰炸能力的超重型洲际弹道导弹。俄罗斯宣称，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能够携带核弹头、分导式多弹头或滑翔弹头，射程可达1万到18000公里，并于2023年9月正式服役。然而，虽然正式服役，但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只成功发射过1次，最后一次成功测试发生在2022年4月20号。然而，那次成功的测试只持续了几分钟，飞行距离也仅有几十公里，并未进行完整测试。2023年9月21号，俄罗斯默不作声地对 RS-28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进行了第4次试射，但实验以失败告终，导弹在地面发射井中爆炸了。卫星图片显示，留下了一个直径55米的弹坑，并摧毁了整个实验场。其爆炸产生的热量被 NASA 的卫星所捕捉到，确定了这次爆炸属于一枚洲际导弹。理所当然的，俄罗斯官方和各种新闻媒体并没有承认这次失败，但在如山铁证面前，无论俄罗斯如何解释，事实就放在那里。尽管这次试射失败，俄罗斯官员依然坚称该导弹已经处于战斗警戒状态。这次试射导致发射台被炸毁，俄罗斯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再次试射这款导弹。这次试射失败可能让美国、欧洲和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核武器、运载工具甚至其实力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在过去的2年多时间里，俄罗斯设定了60多次界限，发出了多次警告，但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的再次试射失败，表明了俄罗斯的实力可能并不如宣传的那样强大。当界限被频繁设定，甚至无法再设定时，这可能表明俄罗斯并不具备他们所声称的能力。所以在俄罗斯发布核威慑之后，美国国务院对其言论表示了不屑，认为这些只是克里姆林宫的惯常言论，不应被认真对待。同时，乌克兰也在向美国和英国施压，要求解除对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程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目标的限制。9月21号，俄罗斯电报群爆出，俄第234近卫空中突击团正副团长在1月之内接连阵亡了。
早在8月29号，该团的正副团长在乘坐同一吉普车时就遭遇了 FPV 攻击，副团长尤里·米哈伊洛夫当场变成了货物200，团长侥幸逃生。然而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9月21号，俄电报群放出了讣告，证明该团长呼号为船长的亚历山大·库林因无人机爆炸而去世，这是俄空突部队的巨大损失。第234空降突击团隶属于第76空降突击师，参与自苏联解体以来的俄罗斯涉及的所有战争。在2022年布查事件期间，该部队对10名以上乌军战俘进行了非人道的行为，并对沿途居民房进行了抢劫。然而，在乌军攻入库尔斯克之后，该部队迅速被拉来前线，这给了乌军血债血偿的机会。当然，234团正副团长的消失仅仅是这场复仇的开始。正如《使命召唤》中的那句经典台词：“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血。”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战线。9月22号，乌克兰军队继续在库尔斯克地区取得进展，特别是在格卢什科沃和格卢什科沃车站。乌克兰军队的行动旨在夹击斯纳戈斯特，关闭科列涅沃缺口，以期吸引更多的俄军进入包围圈。尽管俄军在库尔斯克地区投入了数万的兵力，仍未能有效地驱逐乌军，反而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在波克罗夫斯克和库拉霍沃方向，俄军是不惜代价推进，但进展有限。乌克兰军队在塞里多夫、乌克兰斯克、克拉斯诺霍里夫卡等方向发起反击，给俄军造成了持续损失。在乌莱达尔方向，俄军的推进同样不顺利，转而向马卡罗夫发起了试探性进攻，但因攻势疲惫和装备不足，进展不大。在科斯特扬季尼夫卡，俄军以35辆装甲车和9辆坦克组成的机械化突击部队，对驻守该地的乌第79独立空降突击旅发起了大规模突击行动。然而，乌军依托地雷和炮击，让俄军的进攻变成了一场自杀式的攻击，摧毁了5辆装甲车。很快，俄军选择撤退，留下了22名货物300。同时，乌军还在持续摧毁俄罗斯的后勤系统。继9月18号托罗佩茨3万吨弹药库变成小蘑菇之后，9月21号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季霍列茨克弹药库和特维尔州托洛佩茨的第23兵工厂弹药库也遭到了摧毁。随着巨大的人力损失，俄罗斯不得不寻求更多的前线宝宝。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签署命令，成立征募委员会，由梅德韦杰夫担任主席，准备招募更多合同兵。尽管俄军每月动员2.5到3万人，但仍难以补充每月的损失，人力资源愈发紧张。英国国防杂志9月21号爆料，俄罗斯海军航母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的船员已经被重新组织成了一个机械化营，参与了乌克兰的地面军事行动。该消息的来源于乌克兰军方，他们指出，该营最初是驻扎在哈尔科夫地区，随后被重新部署到了波克罗夫斯克地区。此外，报告表明，俄罗斯还从其他航空航天部队的成员中组建步兵部队，这些新部队在库尔斯克周围的战斗中发挥作用。自2017年退役维修以来，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面临无数挫折。该船最初计划进行现代化改造，以期将其使用寿命延长25年。但是由于事故和技术挑战，该船的大修不断被推迟。2018年10月发生了一起事件，当时载有该航母的 PD-50干船坞沉没了，损坏了船只，并导致1名工人死亡。起重机倒塌对飞行甲板造成了重大损坏，进一步延迟了维修过程。这艘船后来被转移到了摩尔曼斯克的第35修船厂，困难还在继续。2019年12月，船上发生重大火灾，又造成2名工人死亡，10多人受伤，加剧了延误。虽然俄军最初预计到2023年恢复服役，但维修进度一再推迟，目前的估计表明该舰可能要到2024年或者2025年才会移交给俄罗斯海军。然而这次将航母船员都拉去俄乌战场当前线宝宝，证明俄军高层其实已经对修复库兹涅佐夫无望了。和飞行员一样，航母船员的训练也需要大量时间的。将这些珍贵的海军送到炮弹不长眼的俄乌前线，足以说明在几年内库兹涅佐夫都不会投入到实战状态，甚至之后永远都不会出现了。
库兹涅佐夫号是俄罗斯海军唯一处于服役状态的航母，它通常可以携带18架苏33战斗机以及6架米格29K 多用途战机，能够执行空中优势舰队防御、侦察和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该航母在船头的滑跃坡道使飞机无需弹射器即可起飞。这种系统呢，比许多西方航母上使用的蒸汽弹射器更加简陋。虽然其发射过程较为平稳，但飞机的起飞速度更低，对舰载机的起飞重量是有严格的限制。与大多数使用燃气轮机或核能的西方航母不同，库兹涅佐夫号使用的常规动力推进，其蒸汽轮机可产生20万马力，使该船的最高速度为29节。虽然这种速度低于核动力航母，但足以满足其运行要求了。然而，其在全速行进时会产生浓厚的黑烟。当燃料在进入燃烧室之前没有适当预热时，通常会看到这一特征。如果进入到交战状态，对方可以通过卫星轻松去锁定库兹涅佐夫号的位置。台湾中科院正在推进空射型雄3飞弹的研发工作，这一项目曾因某些原因暂停了，但据军方消息人士透露，目前测试工作已经恢复，并且在过去的2个月中，在开放海域进行了多次试射。据乐观估计，该飞弹可能在明年进入作战评估阶段。台空军对此表示期待，因为这意味着经过性能提升的 IDF 战斗机能够搭载这种飞弹，从而显著增强其远程海上打击能力。空射型雄3飞弹相较于现役的舰射型和陆射型，体积更小，重量更轻，可以像万箭弹那样挂在 IDF 的机翼下。这种设计使得飞弹能够在空中对敌方大型水面舰艇进行远程精确打击。由于空射型雄3由战斗机搭载发射，因此不需要现役雄3飞弹的2具加力器，结构简化和体积重量减轻，使其更适合由 IDF 搭载。在重量方面，万箭弹的重量大约在800到900公斤之间，而现役雄3飞弹重量约为1300到1400公斤。为了能够挂在 IDF 战斗机的机翼下，空射雄3的重量必须减到1000公斤以下，以减轻战斗机的载荷。据军方消息人士称，空射型雄3飞弹的测试已经重启，在过去2个月中，在开放海域进行了多次试射，包括使用和实际飞弹重量相同的模型弹进行射击实验，以及测试模型弹脱离后对战斗机稳定性的影响。测试结果符合研发小组的预期，下一步计划将进行挂弹测试，预计明年将进入实弹的作战评估阶段。至于现役的海军舰射型和陆基车载型雄3，射程超过了150公里。目前正在量产的增程型雄3飞弹，据传射程可达400公里。这些将部署在海军新型舰艇和陆上的机动导弹发射车上。关于空射型雄3的射程，军方消息人士未予评论，但表示持乐观态度，并且认为发展潜力巨大。日本关西地区出身的前自卫队军官呼号 Big Boss， 在乌克兰军队中因去年12月的夜间袭击行动的杰出表现获得了勋章。目前他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左脚重伤的康复治疗。Big Boss 的年龄不到30岁，曾经是日本自卫队水陆机动团的成员。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开始后，他决定帮助乌克兰，并且退出了自卫队。在自卫队期间，他曾专注于战术研究和接近战斗训练。退出自卫队后，他自费超过100万日元，从外国购置了个人装备。在近1年时间的准备阶段中，他进行了语言学习，增强体力，研究战场视频，收集战斗数据，并阅读了关于战斗中心理和生理现象的书籍等工作。去年6月，他直接联系了乌克兰军队中的精锐外国部队 Chosen Company， 并经过选拔成功入队。尽管未满足年龄和军队经验的条件，但他凭借技术和体力测试及面谈获得了特别许可。去年12月，他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一次夜间袭击中，单独消灭了一支敌军分队，并且生还。然而在最后，他遭遇俄罗斯无人机投掷手榴弹，但左脚受重伤，全身有100多处伤口。受伤后，他在敌阵中进行了自我急救，并在敌无人机搜索中隐藏。
在极端低温和雪地中，他匍匐前进，历时48小时，终于回到了乌克兰军队的控制区。之后，他被送到了德国接受手术，避免了左脚的截肢，并在3个月后开始了步行康复训练。今年2月，他因行动获得勋章。目前他正在基辅接受康复治疗，同时分析受伤时的情况和心理状态。Big Boss 计划在康复后返回前线，并强调乌克兰军队是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而战。他呼吁日本和国际社会关注乌克兰战争，并提供支持。他提到，尽管目前日本对乌克兰的报道减少，但乌克兰人民仍在遭受苦难，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